看到江爷爷在福宝营业的最后一天，再次为福宝送来了鲜花，我才知道江爷爷对福宝的爱真的是始终如一的。从福宝出生的第400天开始，江爷爷就开始为福宝送鲜花花束了。当时江爷爷送福宝的是向日葵，向日葵代表着阳光明亮，示意福宝像太阳一样温暖着身边的人们。之后便到了福宝的1岁生日，江爷爷将鲜花变成了大大的竹子鲜花蛋糕，这也是福宝在韩国过的第1个生日。当时爷爷让福宝抓周，而福宝却一心只想要爷爷，其他的自己什么也不要。当福宝第3次收到鲜花花束时，便到了福宝的2岁生日。这一年里，江爷爷农场里面的胡萝卜熟了，江爷爷将其挖了出来，然后将其清洗干净，插在了福宝的生日蛋糕上。而就是这一开始，之后宝家每个成员生日时都会获得与自己年龄相匹配数量的胡萝卜。2岁时的福宝是最调皮的，就连爷爷想和福宝拍个合照，都需要给其哄好久才行。等第4次福宝收到鲜花花束时，是福宝出生的第1000天。这天的鲜花是福宝自出生以来见过最漂亮且最大的鲜花。对福宝和爷爷们来说，鲜花花束体现在福宝出生后的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而且鲜花花束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的大。而今年的4岁生日，爷爷们没办法再继续陪着福宝了。从始至终，爷爷陪伴福宝的时间在变，福宝的年纪也在变，唯有爷爷对福宝的爱从来没有变过。之后，福宝第5次收到鲜花花束时，是福宝3岁生日。这一次的鲜花比福宝1000天时更大了，而且这次的生日成为了福宝在韩国过的最后1个生日。而在今天，福宝在韩国营业的最后一天，爷爷们又为福宝送来了鲜花。这束鲜花是由江爷爷亲手种植的油菜花制作而成。油菜花对于福宝的意义，想必姨姨们也都知道。油菜花陪伴了福宝在韩国的这3年，从刚开始福宝第1次踏入园区到现在，福宝的身边都有油菜花的陪伴。而宋爷爷今天也为福宝制作了新的玩具，粉丝们一直叫福宝福猪猪，而这次宋爷爷制作的就是竹子版的福猪猪。因为福猪猪这个名字是快乐的、幸福的、自由的，宋爷爷希望福宝以后都能保持福猪猪这个状态，吃得胖胖的，千万不要瘦了，不然宋爷爷又要为此而发愁，睡不着觉了。爷爷们想在今天为福宝在韩国的营业画上一个完美句号。而在今天下午4点，爷爷们还为福宝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仪式。在姨姨们为了看福宝而给爱宝乐园挤得水泄不通时，饲养员们并没有只将注意力放在福宝身上，隔壁的乐宝也享受了同样等级的对待。昨天爷爷们给乐宝扛来了满满一大捧的竹子，吃过竹子后的乐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然后来到了小泳池里。不知是不是乐宝感觉天气开始变热了，乐宝坐在泳池里想给自己降降温，顺便还可以洗个澡。乐宝这个样子像是在东北的大洗澡堂里泡澡一样。昨天姨姨一共排了2次队，第2次来时，福宝正在室内园区，宋爷爷给福宝送来了竹子寿司，里面的是胡萝卜馅儿的。福宝抱着竹子寿司啃咬着，福宝想只吃里面的馅儿，不想吃竹子。福宝对着竹子寿司舔来舔去。而这几天姨姨们为了多留有福宝的一个念想，爱宝乐园里面的周边都被卖断货了，将爷爷等饲养员都被调来帮忙干搬运了，而排队结账的队伍更是排了老长，这让姨姨对福宝不舍得痛，全撒在了购物上。昨晚宋爷爷来到园区，又来和福宝近距离接触了，福宝任凭爷爷对自己抚摸，没有丝毫的抵抗心理，这让姨姨看了心里暖暖的。同时宋爷爷还给福宝送来了一个小飞机，福宝抱着爷爷制作的小飞机啃咬着，表示爷爷制作的小玩具总是这么好吃，而且还很漂亮。福宝很喜欢爷爷制作的这个小飞机，而爷爷看到福宝这个样子，心里也很开心。福宝给爷爷提供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而想必留下牙印的竹飞机会成为爷爷的珍藏品吧。而这2天福宝的心情一直都很好，像是在跟姨姨们说，让姨姨们不用太担心自己，就连吃个窝头都开心不已。等爷爷给自己开门时，福宝这小模样更可爱。福宝躲在通道门口，小脚给自己挠着痒，简直要萌坏姨姨了。张爷爷在新的一次采访中被问到，现在和女儿的关系怎么样了？女儿现在还有没有在吃福宝的醋？不过现在福宝马上要离开了，相信江爷爷的女儿们更多的也是不舍吧，因为福宝和江爷爷也是相互成就的。因为有福宝，所以江爷爷现在在韩国很出名，而因为有江爷爷，所以福宝这3年来过得都很幸福。江爷爷解释道，为什么会有女儿吃醋的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一次在节目中，自己精准的说出了福宝出生的时间具体到了几分几秒，以及出生时的体重。当时自己的女儿看到节目后，就问江爷爷知不知道自己的
当时江爷爷一时也懵了，表示自己当时连自己女儿是上午出生还是下午出生的都有点模糊不清了。这次节目中，江爷爷还分享到，福宝的行为和动作就像是一个慢慢变独立的小孩，比如福宝小时候自己慢慢学会走路，甚至有时还会站立行走，当身体不稳时，还会学着将身体靠在墙上辅助自己站立。爷爷表示，福宝是自己让自己努力变优秀的。不过福宝的独立也并不是因为爱宝的冷落，反而是爱宝比较懂得如何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江爷爷表示，爱宝培养孩子注重于让其独立，有些事情想要让孩子自己独自去试一下。江爷爷进一步解释道，就比如当一件事情自己可以完全独立去完成，但这时却被人莫名的过来进行帮忙，这样就会对其进行依赖，导致自己就会在这一件事情上缺少了对其独立完成的自信和独立心。而爱宝就深知这一点，爱宝做的就是在一旁默默的看着，这是爱宝对福宝的信任，这一点也是值得人们去向大熊猫学习的地方。自从瑞宝和辉宝开始营业后，爱宝乐园的游客越来越多了。依依表示自己现在的排队时间每天平均一次要多等半个小时，不过这依旧无法阻挡依依去看福宝一家时激动的内心。今天依依排上队来到园区时已经10点50分了，此时在室内园区玩耍的是瑞宝、辉宝和爱宝。辉宝此时正在爬小木床，而瑞宝正在滑梯下面，爱宝则正坐在滑梯上。不过爱宝身上这2块黄黄的印子是怎么回事？不会是瑞宝和辉宝拉妈妈身上了吧？另外，不知道姨姨们有没有发现，爷爷们给滑梯换成了新的，而且新滑梯变得更矮了，更适合瑞宝和辉宝攀爬了。2个爷爷总是闷声干大事儿，在滑梯上坐累的爱宝打算从滑梯上下来，而这时辉宝钻到了妈妈的怀里，这让爱宝没有了下脚的地方，于是爱宝给辉宝搂进了怀里，然后一起躺了下来。爱宝搂着辉宝，让其一起睡觉，而一直在滑梯下面的瑞宝始终没有给自己挣脱出来。姐妹俩就这样在妈妈身边玩耍着，也不会走远，画面看上去很是温馨。爱宝给自己翻了个身，继续睡去。爱宝虽然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但爱宝依旧保持着少女心。爱宝的可爱程度比瑞宝和辉宝还要略胜一筹。一会儿5分钟的观看时间到了，依依随着队伍来到了室外园区。今天福宝一家5口此时都在营业，乐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上玩耍，而福宝正在园区散步。今天室外园区的阳光很大，室外园区的舒适程度不比室内园区差。福宝一家5口集体营业，这个人气怕是爱宝乐园的巅峰流量了。爷爷在新的一期节目中表示，福宝将在明年樱花花开之前回去，也就是在4至5月份左右。 너무 많은 질문 받으셨겠지만 대충이라도 뭐 내년 초라고만 알고 있는데 뭐 언제쯤이라고 아마 뭐 이렇게 벚꽃이 피기 전에는 가야 되지 않을까. 樱花开花大概就是在4至5月份。江爷爷解释道，因为之后的几个月份天气会变得非常炎热，怕福宝在整个运输过程中会因为炎热导致疲惫，所以选择了在夏天之前回去，这样会凉快一些。江爷爷这次还分享了每天为福宝放置完竹子后的工作生活，都是电脑前记录福宝一家今天的数据。从爷爷的表格中可以看到福宝一家每天各个时间段的情况，以及爷爷没有得到回应。爷爷看到乐宝这个睡姿，问乐宝是不是昨晚偷偷喝烧酒了。看到乐宝在睡觉后，爷爷来到了福宝园区，只不过福宝此时也正在睡觉。江爷爷忍不住拿出手机记录了一下福宝这睡觉时可爱的样子。